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快让奶奶抱抱，长得真俊，这眉眼真像咱们乔家人。妈，您是外婆，不是奶奶。你这孩子说什么呢？当初说好的，生了二宝，不管男女都跟我们乔家姓，我不是奶奶是什么？哎，你慢点，别吓着孩子。妈，哪有孩子随妈妈姓的？你让外人怎么看张宇啊？回老家他怎么抬得起头？外人怎么看？当初说好的生2个孩子，一家1个，怎么现在想翻脸不认账？孩子大名已经取好了，叫张木乔，名字里不是带个乔字吗？这也算占了咱家的姓了，您就别老封建了。说好的生2个孩子，一家1个姓，现在临时变卦，这是看准了我们家没后，打算吃绝户。既然二宝不姓乔，那我和你爸名下的工厂、房产和所有存款，以后1分钱都不会给外姓人。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外姓人，说的这么难听？你和爸就生了我这1个女儿，以后你们老了瘫了，还不都得指望我？这财产不给我，你们能给谁啊？我和老伴儿只生了乔月这1个孩子，这些年真的是把他当成眼珠子一样呵护着。谁知道娇惯出个恋爱脑，大学一毕业他就吵着要结婚。张宇是他同学，外地农村的，家里孩子多，父母连正式工作都没有。谈婚论嫁那天，他们家不仅掏不出1分钱聘礼，连车子房子也绝口不提。我坚决反对！月月，你嫁过去那是受苦。爸，我就是要嫁给他，没他我活不了。她怀了大宝，看着她那肚子，我和老伴儿心软了。房车全部咱家准备，1分钱聘礼没见着，还倒贴了50万嫁妆。张宇，要不你入赘过来吧？妈，你让张宇入赘，别人怎么看他呀？他是个男人，得要脸面。看他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只能咬牙答应。行，不入赘可以，但唯一的要求是生2个孩子，二宝必须跟我们娘家姓乔。妈，我们商量过了，答应您。乔月的月子是在婆家做的，因为二宝是个男孩。张宇那对平时见不到人的父母高兴得恨不得放鞭炮。妈，您就别再搞那套老封建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孩子跟谁姓不都一样吗？既然跟谁姓都一样，那为什么不姓乔？妈，你看你，二宝都不答应姓乔。再说了，当初如果我们不答应，你能让我们结婚吗？那不都是为了哄你们点头吗？所以你从结婚那天起，就压根儿没想过让孩子姓乔。哎呀，要是二宝是个女孩，姓乔也行。可二宝是男孩啊，你放眼瞧瞧，谁家男娃跟妈姓的？男孩子以后是要继承香火的，是要传宗接代的，以后养老送终全得靠这1个孩子顶门户呢。继承香火，传宗接代，给你们养老。乔月，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我和你爸这辈子就生了你这1个女儿，照你的意思，是不是以后就没人给我们养老了？够了，乔月、张宇，你们听好了，我们家出钱给你们买房买车，连彩礼都是我们倒贴的，我没别的要求，就1个，二宝必须顶乔家的姓，以后好名正言顺继承咱们家的工厂。趁现在孩子还小，手续好办，你们立马去把姓给我改过来，不然我和你妈以后绝对不会再贴补你们1分钱。行啊，既然你们把钱看得比亲情重，那我们就走呗，以后这个家我们不回来就是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乔家就我这1个孩子，以后你们老了瘫了，除了我，你们谁也指望不上。一连几天，女儿都没有再回来。多可爱的孩子啊！可一想到她姓张，我就头疼得厉害。我和老伴儿并非重男轻女，否则当初也不会只要乔月1个女儿。这些年厂子越开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全是为了给她攒家底。本来想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可她偏偏看上张宇那个凤凰男。结婚才3年，张宇就撺掇着乔月从咱家掏钱，给他农村的父母盖了别墅，买了宝马。张家人什么心思，咱们心知肚明。要二宝姓乔，是为了保住这间厂子。可现在，乔月是笃定咱们后继无人，迟早得把家产给他，最后全落到张家手里。既然他这么想，那就别怪咱们心狠。对不起，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如果你坚持让二宝姓张，那我和你爸准备把厂子卖了，全世界旅游去了，绝非让财产落入外人手里。建国，机票我已经订好了，辛苦一辈子，咱们也该为自己肆意活一次了。
你和爸至于吗？不管孩子姓什么，不都是我的亲生骨肉吗？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乔家的工厂只能姓乔。既然你要当张家人，那这产业也没必要留给你。行了，妈，算我怕了你们了。我和张宇一大早就去给孩子改了名字了，但是迁户口手续麻烦点，还得等几天。改叫什么了？叫乔子睿，这下满意了吧？跟您姓乔。怕你们不信，专门拿了改名同意书，你们自己看，今早刚办的。乔子睿，好名字，这下好了，咱们乔家的工厂后继有人了。这下好了吧？给孩子改了姓，我公婆那边都气得够呛，在家跟我闹得天翻地覆的。爸妈，不是我说，二宝毕竟是个男娃，现在让他跟咱家姓乔，您总得给我公婆一些补偿吧？不多不少，100万。什么？100万？100万？乔月，你知不知道100万是个什么数字？你可真敢开口啊！不就100万吗？咱家又不缺这点钱，给公婆个面子怎么了？你以为100万是天上掉下来的？再说了，当初结婚就说好的二宝跟咱姓，现在办个本分的事儿还要我们掏钱买姓。爸妈，这100万对你们来说也就是个小数字，但我爸妈那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孩子改了姓，他们老脸都没处搁。这100万给他们，好歹能让他们心里舒服些。而且我和月月也想好了，既然二宝姓乔，以后就放你们家养，反正也是你们乔家的孩子。行，100万就100万吧，以后子睿就放我们这儿，是我们乔家的孩子。妈，我想换辆新车，想买就买呗。你现在大小也是个老板娘了，还跟我汇报啊？这不是想让你和爸再贴补点钱给我吗？乔月，你手里没钱了？没了，1分都没了。1周前他说要补偿公婆，我们给了100万赔偿金。接着他说张宇是孩子的爸爸，孩子改姓让他丢了男人面子。我和老伴儿又给张宇转了50万。这才1周不到，又来要钱买车，3天2头找借口要钱。我这还没等乔子睿长大，家底都要被掏空了。乔月，你不要太过分了，我和你爸不是开银行的。乔月，你真当我们家是提款机了？你今天100万，明天50万，大后天是不是还要买房买地？我供不起你。1周前刚给张宇那50万呢，你们换什么车不够花，还得回来伸手。瞧你这话说的，这不张宇弟弟要结婚吗？女方家要求高，不得买车买房给彩礼啊？你给公婆那100万，还有给张宇那50万，都给他弟弟娶媳妇儿用了。你说什么？他们把咱家给二宝的补偿金全拿去给小儿子娶媳妇儿了？爸，你也知道我老家那边条件不好，我弟媳妇家非要买房买车，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娶不上媳妇儿吧？再说了，这如今天底下谁家娶媳妇不花钱啊？就是啊，爸，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们干嘛总为这点钱斤斤计较啊？张宇，你也知道现在娶媳妇要花大钱啊，那你倒是跟我说说，当初你娶我家乔月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妈，你有完没完？你明知道张宇家里条件差，非得在这时候揭人伤疤吗？条件不好就该认清自己的身份，就该夹起尾巴做人，而不是3番2次跑来老丈人家讨钱花。现在连你弟弟娶媳妇都要老丈人家出钱，你还要点脸吗？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也太难听了。这就嫌难听了？我还有更难听的都没好意思说呢。哼，张宇，妈，我们想过了，二宝还是要改回姓张。什么？张宇说了，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二宝姓了乔。就因为这个姓，张家在你们面前就永远抬不起头。我爸妈在村里被人戳脊梁骨，说我是卖了儿子给城里人当上门女婿。妈，你们要的是孙子，我们要的是做人的尊严。不就是那150万吗？我们卖房卖车砸锅卖铁也会把这笔钱还给你们，但是二宝必须改回姓张。这次轮到我和老伴儿难受了，家里的亲戚朋友厂里的老伙计全知道二宝随了乔姓，这会儿要是改回去，外面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厂子里那些虎视眈眈的亲戚怕是又要盯上这块肥肉了。你这是拿孩子当筹码在威胁我。爸妈，我知道你们从心里就看不起我，
也看不起我那个穷家。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会再要你们1分钱了。以后您的厂子爱给谁给谁，哪怕给外人，我们也绝不眼红。我只要要回我该有的尊严。尊严？张宇，你拿着我给的钱去补贴你弟弟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尊严？你骗我改名同意书的时候，尊严又在哪儿？妈，你别说了，张宇都说要还钱了，你还要怎么样？非要逼死我们你才甘心吗？好一招以退为进啊！他太清楚了，我和老伴儿就乔越这一个孩子，只要他拿捏住了乔越，等我和老伴儿走了以后，这产业最后还不是落到他手里。他现在演这出戏，不过是想彻底断了我们的念想，让我们以后只能跪着求他收下这些家产。你要买的那辆车多少钱？80万。爸，张宇说那款性能好，配他正合适。好，我给。爸妈，我们去马尔代夫散心啦。张宇这段时间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得带他好好放松放松。拿了钱就去旅游，连孩子都不顾了，散心。我看是去分赃了。月娥，你说咱们要是再年轻个20岁，不10岁就行，说不定咱们还能再生一个孩子。都50来岁的人了，想生，怕是也生不出来了。建国，快起来，二宝不对劲儿！怎么声音像小狗叫一样？不好，这是急性喉炎，严重了会憋死的！快拿车钥匙去医院！妈，大半夜的干嘛呀？我这才刚倒好时差。月月，二宝病了，紧急喉炎，呼吸都快停了，你快告诉我孩子的医保卡放在哪儿了？什么？病了？妈，你先别带他去医院，你先回家给他喂点药，等我回国再说行不行？你在说什么胡话？孩子喉头水肿，这是要命的情况。我等你从国外回来给孩子收尸吗？快说，卡在哪儿？我不记得放哪儿了，反正你先带他回家。疯了，真是疯了！医生，急诊喉炎，先挂号，医保卡没带，我记得身份证号，我报给你。张木桥是吧？挂幼儿急诊。张木桥，医生啊，是不是系统搞错了？我家孩子早就改名了，他现在叫乔子睿，你再好好查查。没错。证件号对应的就是张木桥，你是家属吗？系统里清清楚楚，没改过名。月娥，怎么回事？孩子根本没改名。登记好了，快抱着孩子进去吧。我瞬间全明白了，为什么二宝平日里打一防边，乔越和张宇从来不让我们跟着。他们总说医院病毒多，说我和老布年纪大了，抵抗力差。还有今晚。乔越死活不肯说出医保卡在哪儿，他不是不记得，他是怕我看到卡上的名字。假的，全是假的。为了那150万，他们连这种东西都敢伪造。这两只喂不熟的白眼狼，拿咱们当猴耍呢！张木桥的家长，快把孩子抱进来，准备雾化。建国，忍住，先把二宝救回来，他到底也是条命。妈，听我的，千万别去医院。二宝体质特殊，等我回去了，带他去熟悉的诊所。妈，你回个话呀，一定要等我回来。看着这些消息，我只觉得齿冷。他根本不是担心孩子，他是担心谎言被拆穿，担心那一笔笔骗到手的巨款。这一刻，我对亲生女儿的失望到达了极点。他一直帮着张宇那个外人，把我们当猴耍。月娥，你看这个。乔先生您好，您和乔太太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结果显示各项指标良好，完全满足做试管婴儿的要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上周我带你去体检，其实我就留了个心眼儿，专门做了生殖专项检查。月娥，咱们要个自己的孩子吧。这几年，张宇一家简直得寸进尺到了极点。盖别墅，买宝马，贴补弟弟，
他们就像趴在我们乔家身上的蚂蟥，吸血都吸得理直气壮。他们凭什么这么嚣张？不就仗着咱们两口子只有乔月一个孩子吗？他们算准了咱们没后，算准了咱们最后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偏偏乔月还是个没脑子的恋爱脑，张宇指东他绝不敢往西，人家说几句软话，他恨不得把咱们的老本都掏空了去贴人家。月娥，别再犹豫了，咱们生个孩子又不犯法，光明正大的，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咱们都得再生一个。乔月那个样子，我是彻底不指望他了。我这辈子拼死拼活攒下的场子，要是最后真落到那个姓张的手里，我死了都合不上眼。我明白你的意思，可建国，我都这个年纪了，咱们真的能行吗？刚刚医生不是发短信来了吗？体检指标是合格的，陆医生说了，咱们这身体条件可以尝试做试管。这个年纪再去怀孕生子，在外人眼里怕是疯了。说不担心是假的，不仅是身体的负荷，还有那未知的风险。可一想到乔月和张宇那副吃定我们的嘴脸，我就来气。如果真的能成，那就生。咱们乔家的东西绝不便宜外人。说到底，孩子是无辜的。如果我真的能通过试管再生一个孩子，是不是也会这般可爱？是不是能填补我这颗被女儿伤透的心？怎么？妈，孩子怎么生病了？严重吗？是啊，妈，月月在回来的路上都急哭了，这一路上可担心死我们了。对了，妈，二宝看病你是怎么挂的号啊？那医保卡我不是没给你吗？二宝没改名，户口本和系统里写的还是张木桥。你们为什么要一直骗我？妈，我这不也是为了大家好吗？与其弄得大家都不开心，不如撒个善意的谎言，这样对大家都好。妈，咱们能不能别揪着这点小事不放了？30年啊，我到底是怎么养出这样一个女儿的？为了骗那150万，她能面不改色的拿着伪造的文件哄骗亲生父母，现在甚至觉得这只是个善意的谎言。再说了，我就和张宇出去玩了一圈，孩子就被你带进了医院。妈，你这带孩子的本事也太差了，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故意折磨孩子撒气呢。月月，你太过分了！你妈为了救这孩子，命都快跑丢了。你回来第一件事竟然是埋怨她，你们不愿意让孩子改姓，直说就是了。为什么要骗我和你妈？为什么要拿一张假证明来骗我们的钱？直说，你们能给我那150万吗？当初你们要死要活的逼我改姓，非说不改姓就不给家产，我能说不吗？我们逼你？乔月，你摸着良心问问，是我们在逼你，还是你怕我们真把厂子给卖了，断了你们张家的财路？从小到大，我和你爸从来没亏待过你，你要什么买什么，供你读最好的大学。哪怕当初你非要嫁给张宇，我们也贴了这么多钱，即便你不是……月娥，我不是什么？妈，你把话说清楚，我到底不是什么？我知道了，你是想说我不是儿子是吧？我就知道，从小到大你们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嫌我不是个带把的。我和你爸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去做试管，我们会自己生一个孩子，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乔家顶天立地的继承人。再生一个，我不同意，我绝对不同意！你们都多大岁数了，心里没点数吗？这时候去生孩子，走在大街上，人家是当你抱孙子还是抱儿子？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打我，你竟然为了个还没影的野种打我！我说错了吗？你也不看看你都多大年纪了，万一你生的时候有个3长2短，或者生下来没几年你们2脚一条走了，那孩子谁管？你是打算生个累赘让我替你养吗？你替我养？乔月，你说这话的时候不脸红吗？你和张宇结婚3年，吃谁的住谁的？你们大宝二宝的奶粉尿布哪一样不是花我和你爸的钱？就连你那公婆在老家盖小洋楼买宝马车，哪一分钱不是从我们这儿抠出去的？你但凡有一点点骨气，以后就挺起腰杆，别再问我们要1分钱。妈，您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月月到底也是您的亲闺女，您这2胎还没怀上呢，就开始限制月月花钱了，是不是打算等2胎生下来就彻底不管月月了？可真是有心机呀！3言2语就把矛盾引到家产和生活费上，顺便还挑拨了我们和乔月的关系。
他这是怕我们有了亲生骨肉，他的提款机就彻底没希望了。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是绝对不同意你们再生一个的！你也别想让我给他当姐姐！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乔月，你搞清楚，我是你妈，不是你的下属。我生不生孩子，法律管得着，我肚子管得着，但唯独不需要你同意。既然二宝没改名，户口本上写的是张木桥，那你们就是孩子名正言顺的亲生父母。我和你爸该尽的义务这几天也尽够了。既然孩子已经没事了，我和你爸就不在医院待了。毕竟你之前也说过，医院这种地方病毒多，我和你爸这把岁数了，还得留着好身体回去备孕呢。妈，我知道二宝没改姓这事儿让你心里不痛快，你生我的气也很正常，打我骂我都认了。但是你也不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呀，你也不看看你都多大岁数了，50多岁的人去生孩子风险多大呀，万一出点意外，你让女儿怎么活呀？这就不要你操心了。既然决定了要生，我们自然会请专业的医生全程跟踪，1日3餐也有专门的营养师负责。等孩子落地，后期还会有专业的月嫂和育儿嫂进家。总之，从备孕到生养，我们有钱有能力，绝对不会麻烦到你一丁点儿。建国，走，咱们回家。乔先生、乔太太，虽然高龄生产有风险，但从体检报告来看，你们的身体指标调理得非常不错，完全可以通过试管婴儿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月娥，能生，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的。接下来的日子，家里请了专门的营养师，1日3餐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吃。我和老伴儿也开始健身，锻炼身体，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女儿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接。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无非是那些为我好的陈词干调。妈，你还玩真的？我看朋友圈说你们在请营养师，还以为是闹着玩，感情你们真打算在这把岁数折腾个2胎出来？爸妈，你们这参标1个月得不少钱吧？有这闲钱，给孩子报个特长班多好。我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妈，不就是没给我二宝改姓吗？你和爸至于这样对我吗？甚至还要再生一个来顶替我，我难道就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就算嫁了人，我不也还是姓乔吗？我姓乔难道不就够了吗？乔月，你先坐下。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我们给什么，从来没让你受过半点委屈。你要和张宇结婚，即便是我们百般不愿意，最后看在你的份上，也随着你了。结婚后，我和你妈出钱出力帮你撑起那个家。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二宝顶咱乔家的姓，就这么点要求你都不能满足，甚至还拿假文件来骗我们的养老钱。那以后我们的任何决定，你也没有资格过问。爸，我那是……行了，你妈现在备孕的心情最重要。你要是真为她好，这段时间最好别回来影响她，更别拿这些糟心事来烦她。月月，爸妈，虽说我是个外人，有些话本不该我说，但我还是想说两句。你们现在这样大张旗鼓的要生2胎，这事儿做的也太不尊重月月了。月月这么多年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你们这不是存心让她在外面抬不起头吗？张宇，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乔家上下全都是傻子？你自己算算，自打你们结婚开始，从我们乔家拿了多少钱？房是我们的，车是我们的，连你兜里装的零花钱都是我们的。如今倒好，就连你那老家的弟弟娶媳妇儿都要我们乔家出钱买单。爸，那是因为……闭嘴！你阴奉阳违，拿着假证明骗我们二宝改了姓，拿走那150万的时候，你怎么不谈尊重？要我说，你真是蠢。即便二宝姓乔，他身上流的也还是你的血，他依旧是你儿子。等我们老了两眼一闭，乔家的工厂、房产给他就相当于给了你们张家。但你不知足啊，你真是太不知足了！你连一个小小的姓氏都不肯让，贪得无厌，只想现在就把我们家吃干抹净，吃绝糊。爸，您怎么能这么说话？什么吃不吃绝糊的，说的也太难听了。月月是你们唯一的亲女儿，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最后给她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既然早晚都是给月月的，那就是给我们这个小家的，怎么就能扯到吃绝糊上去了？您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爸，都说无奸不商，以前我不信，现在我信了。你是不是生意做大了，连自家人都要算计？你想生儿子就直说，扯这些陈年旧账干嘛？不就是嫌弃我是个女儿，想把家产留给那个还没影的带把的吗？乔月，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我告诉你，你们要是真敢再生一个，我以后绝对不会理你们，你们只能有我。你们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还要生，也不怕出事儿，能不能生得出来还是两说呢。你为了个还没怀上的孩子打我。爸，您动手打月月，这日子是不想过了吗？滚！你们两个畜生给我滚出去！我乔家没你这种丧不天良的女儿！滚！走就走！乔建国，你记住了，你们要是真敢生，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从今往后我就当没你们这对父母。自从备孕开始，为了要个健康的宝宝，建国早早就把酒戒了。我知道他是真的被气疯了，气到了骨子里。你说，咱们30年捧在手心里养，怎么就养成了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不管他了，爱断不断。月娥，陆医生说了，这2天就可以安排做移植了，咱们得往前看。说是这么说，可我这心里始终七上八下的，忐忑的厉害。万一不成功，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彻底落空了。我和老伴儿都50来岁的人了，身体和精神其实都经不起几次折腾了。别想那么多，放宽心，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努力过了，哪怕最后真的不成功，咱们也认了，至少没给这辈子留遗憾。移植后，我每天都像如履薄冰，行走坐卧没有一处不小心的，生怕因为自己的一丁点闪失就影响了孩子的发育。那种期待又恐惧的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建国，天不遂人愿，那个来了。移植失败了。那几天，我和老伴儿就像丢了魂儿一样，相对坐着半天没一句话，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吃不下一口饭。月娥，既然真的是天意如此，咱们也别跟命争了。从明天起，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这辈子咱们也算对得起谁了。剩下的日子，咱们为自己活，开开心心的活，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移植失败后，老伴儿把公司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就带着我出了门。上次因为乔月回家闹事儿，订好的机票硬是没去成，这次我们绝对不会再错过了。月娥，你看这南方气候多好，以前咱俩满脑都是场子，都是乔月那个家，真没为自己肆意活过。是啊，以后咱们就这么过，挺好。妈，听人说你们移植失败了，我早就这么说来吧。你都多大岁数了，心里没点数吗？要能怀上，你早就怀了，还用等到现在去折腾那些没用的？50多岁的人了，还学人家小年轻生2胎，这事儿传出去都让人笑掉大牙。我要是你们啊，都没脸出门见人。乔月，你特意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看你亲妈的笑话吗？啊，我也是为你们好。既然折腾不出来，就说明你们没那个命。听女儿一句劝，等你们旅游回来，赶紧把公司交给我和张宇管理。你们年纪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你们就拿着退休金到处旅游玩一玩。反正老了也是我们养着你们，不如现在就退休，颐享天年吧。妈，你跟爸商量商量，把公章交出来，大家皆大欢喜。几个月不见，乔月竟然又生出了要抢班赌权的想法。不用说，肯定是张宇那个凤凰男的主意。即便我们上次移植失败了，他们仍旧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担心我们继续折腾。乔月，抢公司，这到底是谁的主意？是张宇教你这么说的吧？爸，我告诉你，你别想着往张宇身上赖，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认命吧。你跟我妈这把年纪也生不出来了，这辈子你们都只有我这一个女儿了，早晚公司都会是我的，早一点晚一点管理有什么区别？你们现在撒手还能留点体面。只要老子还有一口气儿，这厂子你就别想碰！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建国，别气坏了身子。月娥，咱们不认这个命，要不咱们试一次吧。好，再试最后一次。怀着忐忑的心情，我们又去做了一次移植。老伴儿一直让我放松心情，说不要想太多，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次我也豁开了，不再像上次那样小心翼翼到病态，而是正常生活，彻底放平了心态。建国，建国，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怀孕了，建国，我真的怀孕了。月娥，太好了，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老天爷开眼呀，咱家有后了，再也不用看那2个白眼羊的脸色了。接下来的日子，老伴像防贼一样守着这个家，又专门请了2个资深保姆，24小时围着我转。可我知道这太平日子维持不了多久。果然，乔月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后，彻底坐不住了。妈，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岁数生孩子有多少并发症啊？我看你真是被我爸洗脑了。咱们女人不是生育工具啊，你不能因为我爸想要儿子就不顾自己的身体啊！你那是高龄产妇，是拿命在赌。高血糖、高血压、孕期小松，这些哪一个不是能要你命的？到时候万一你在手术台上出点事儿，你让大宝二伙怎么办？让我怎么办？说完了吗？你要是还有事儿就直说，没事就赶紧回去吧。妈，我在救你的命，你这是什么态度？以后少往家里跑，你在这儿大呼小叫的，很影响我的心情。送客。你们都记住了，从今天起，除了我跟太太，任何人来都别开门，尤其是乔月跟张宇，
哪怕他们在门口跪下，也不许放进来。建国，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她到底是我闺女，还能拆了这房子不成？月娥，你心思纯，我感觉以张宇那个性子，眼看着家产要飞了，他绝对不会什么都不做的。咱们得防患于未然。过几天就是乔月的生日了，这孩子毕竟是我养大的，前30年每一个生日都是我和老伴儿陪他过的。虽然闹成了这样，可这心里总还是有个疙瘩。妈，包收到了。既然礼物都送了，我明天的生日会，你和爸是不打算出面了吗？月月，包收到了就好。至于生日会，我这还没到3个月，医生说胎相有点不稳，得静养。你爸也下了死命令，不让我出门。妈，连我的生日你都不打算出面吗？你知不知道，本来你们这把年纪非要生2胎的事儿，在亲戚圈里就闹得满城风雨了。现在我生日你都不露面，外人肯定觉得咱们断亲了。你让别人以后怎么看我，怎么看张宇啊？妈，我知道你怕人多嘈杂，我保证这次生日会绝对没有请外人，就我和张宇的双方父母，咱们自家人吃顿饭，总不能张宇爸妈都到场了，就你和我爸缺席吧？那让我公婆怎么想？算我求你了，妈。行了，别哭了，我跟你爸商量一下，明天过去。月娥，建国，明天月月生日，我想着咱们还是去一趟吧。他刚才求了我半天，说只有双方父母在，不去怕公婆那边笑话他。生日会，他现在脑子里全是家产，能安什么好心？月娥，你忘了张宇是什么样的人了？行了，建国，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子，乔月是不想让咱们生2胎，这很正常。可现在我这肚子里都已经怀上了，他再混总不至于丧心病狂到要害亲妈吧？老头子，乔月爸妈明天可都去，咱们要是缺席，乔月在婆家面前得丢多大的人？这孩子啊，终归是咱们从小娇生惯养大的，虽然自私了点，但心眼不坏，没那股狠毒劲儿。行，既然非去不可，明天我全程陪着你，一寸都不能离。快下来，别摔着了。月月，家里怎么这么多人？妈，是大姑姐，她前阵子离婚了，带着孩子没地方去，我怕她受委屈，就让她搬来我这儿住了。反正家里大，正好大宝二宝也有伴儿，有人陪着玩。妈，这可是我专门订的网红蛋糕，可甜了，你快尝尝。你妈现在不能吃这些，医生交代过，高龄产妇怕后期血糖高，得从现在就开始严格控制。爸，你干嘛呀？这可是我的生日蛋糕，就让我妈吃2口怎么了？你也太扫兴了吧！我替他吃，心意领了，一样的。今天出门前，他非逼着我先吃了一顿饱饭，生怕我饿着。原来他不仅是怕我血糖高，他是不想让我在这房子里吃任何东西。建国啊建国，你这也太过小心了，这可是咱们养了30年的亲女儿家，难不成他还能在蛋糕里下毒害我不成？建国，我去趟卫生间。哎，我陪你去，就在门口等。建国，你就让我自己走2步，这地板还能长出芽来。月娥，抓紧我！小心点，别撞到了。哎呦，我说亲家母啊，你这肚子现在金贵得很，走路怎么也不看着点呢？这要是把我们大宝撞出个好歹来，可怎么是好啊？大宝乖，不哭不哭，以后走路可得离某些人远点儿。人家现在肚子里揣着宝贝呢，咱们可碰不起，碰坏了人家的宝贝，咱们赔不起哟。畜生，你们这群畜生！乔月、张宇，你们给我滚出来！哎呀，我的乖孙女儿，别哭别哭，奶奶在这儿呢。亲家公，你多大的人了啊？竟然对一个小孩子发这么大火！大宝才几岁，他懂什么？瞧把孩子吓的。他是不懂，可大人懂。你平时到底都在说些什么话？哎呦，张宇啊，快来看看呐！你老丈人吃错药了，打完你媳妇儿，现在还想对我这个当妈妈动手啊！这亲戚还怎么做呀？爸，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的又吵起来了？爸，有话好好说，我妈年纪大了，您别吓着她。奶奶说外婆肚子里有宝贝，不能碰，碰坏了赔不起。外婆，你肚子里是什么宝贝呀？为什么碰坏了我们赔不起呀？孩子是无辜的，他根本不懂什么家产，什么继承。
真正恶毒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大人。大宝，你说什么呢？这种话是谁教你的？大宝说的有错吗？妈，你都50多岁的人了，非要在这个时候折腾生二胎，不就是怕这辈子的财产都让我一个人得去了吗？你和爸从头到尾都在防着我呢。我都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想生个带把的来抢我的东西，我告诉你们不可能。你乔月，诺，你看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要不行了。就你们这副老身板，就算真生下来，你们能把孩子养到大吗？以后老了残了，不还得指望我来伺候？我把话撂这儿，我不许你们生这个孩子。从今以后，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和我们乔家再无半点瓜葛。没关系，乔建国，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我告诉你，我身上流着你们的血，我就是把这层皮剥了，也还是你们的孩子。这辈子你们都没办法和我剥离开。法律可不是儿戏，不是你一句想断亲就能断亲的。只要我活着，你们的财产，你们的下半辈子就得死死跟我绑在一起。那如果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呢？爸，你气疯了吧？这种瞎话你也编得出来？你真的以为你那性子是我们乔家传下来的？你只是我们在路边的草地里捡回来的孩子。我们为了你，甚至没有生自己的孩子。我和你妈商量过后，决定这辈子就把你当成亲生的一样看待，就是怕有了自己的孩子会对你照顾不周。这30年，我们把你当眼珠子一样护着、爱着、捧着，要什么给什么，受一点委屈都不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吗？你居然说那些话，乔月，你简直枉为人！不可能，不可能的！你们在骗我，一定是想让我改姓才编这种谎话。妈，你在骗我对不对？你是为了吓唬我对不对？我是你亲生的，我是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对不对？你爸说的都是真的，以前念着那点情分不想提，但现在我们受够了。回去我们就找律师，拿着当年的领养证明和法律文件，正式解除和你的收养关系。从今往后，你不再是乔家的继承人，这房、这车、这公司都和你没关系了，你好自为之吧。领养证明、亲子鉴定，我们一样都不少，事情进行的比想象中还要顺利。通知法务部走法律程序，解除收养关系。当那份盖了章的文件甩在乔月面前时，他终于确定我们没有骗他，他真的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妈，你别不要我行吗？我求求你了。二宝，我给他改了姓了，真的，这次我发誓没骗你。您看，他姓乔了，他是咱们乔家的孙子了。妈，看在孩子的份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晚了，乔月，我和你爸爸一开始只是想找个孩子顶着咱家的姓，让乔氏永远姓乔。可偏偏你们百般推脱，甚至联手做出假文件来骗我们的养老钱。骗钱也就罢了，你们后来甚至想让我流产，那是想要我的命，更是想要这个孩子的命。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妈，我那是一时糊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请他出去。妈，你原谅我，求求你原谅我行吗？妈，我真的知道错了。妈，你开门啊！我是月月啊！你不能这么狠心啊！月娥，你会不会心软？养了30年的女儿，怎么可能不爱呢？但我也深知，乔月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从她在生日会上做的那些事儿看，我们之间30年的母女情分就已经彻底到头了。我早就不再把她当成是我的女儿了。月娥，我想好了。当初月月结婚，咱家给她买的那套别墅，还有那辆宝马，包括那50万嫁妆，就当是这30年的养育费送她了。行，咱们不差那点儿。但是后来被他们骗走的那150万，那是张宇阴奉阳违，靠谎言从咱们手里抠出来的。这笔钱必须得吐回来。没错，那是咱家乔子睿的买姓钱。既然孩子不姓乔，这钱他们没资格拿。这不是老乔家那闺女吗？怎么跪在自家门口了？哎，听说闹断亲呢，造孽呀！乔月，
你带着孩子在这演给谁看？张宇呢？他拿钱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现在让你来跪。妈，那150万你能不能别要了？你们也不缺这点钱啊。张宇说了，如果我今天劝不动你们撤诉，如果拿不回那笔钱，他就要和我离婚。离呀！乔月，离婚对你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当初结婚，房和车写的都是你的名字，那是我们的婚前赠与。你离婚，张宇那个穷光蛋就得净身出户。我把房产证过户到他名下了，车也是。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宇说他想在城里有个归属感，求了我好久，我就都过户给他了。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物业吗？我家门口有个不明身份的人寻衅滋事，严重影响我太太养胎，过来处理一下，马上撵走。我不走！妈，我是你们唯一的女儿啊，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月娥，回屋，我已经让法务部去查购买记录了。别墅和车子是咱们出资的证据都在，就算他傻到过户了，咱们也能以撤销赠与的方式，让张家把东西一分不少的还回来。房子和车子我们都有明确的购买记录。经过法务部这段时间的忙碌，所有的东西终于都要回来了。而没了家产傍身的乔月，很快就被张宇踢开了。听说张宇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傻白甜富家女，迫不及待的要和乔月离婚，去吃下一份绝户。张宇，你这个畜生，你还我的命！乔月终于看清了张宇的真面目。在一个深夜，他守在张宇的必经之路上，用一把剪刀结束了这一切。月娥，你看她多像你，咱们就叫她乔真真吧，视若珍宝。这一辈子，咱们好好护着她。这一次，我们一定不会再娇惯出另一个草包，我们要教会她自尊自爱，教会她有自己的主见。小宝贝儿，看爸爸，叫爸爸。月娥，你看这孩子才满月就知道盯着我笑，这眉眼简直跟你一模一样。我是觉得这双眼睛啊，倔劲劲儿最像你。建国，看着真真，我总觉得前几个月那些像噩梦一样的风波都过去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咱们的女儿以后一定是个有主见、懂自尊的好孩子，咱们一定好好教她，绝不会让她再像乔月那样，为了个男人连骨头都不要了。乔月娥，你给我出来，把我孙子还给我们！你们不能乱闯，这是私人住宅，再不走我报警了！报啊，你报啊！我儿子在医院躺着还没断气呢，我儿媳妇进了大牢，你们乔家就想把我孙子私吞了，天底下没这个道理！这里不欢迎你们，马上给我出去！乔老板，别这么大火气。乔月在里头关着，张宇那伤还没好利索，两个孩子总不能没人管吧？大宝我们可以不管，但乔子睿是我们老张家的根，是我们张家的独苗，必须由我们抚养。乔子睿，你们怕是忘了，当初为了那150万，你们可是亲口答应这孩子姓乔，现在想要人，先把那150万吐出来。吐什么钱？那是你们给我的补偿费。我听说你们又生了个不值钱的丫头片子，丫头片子顶什么用？以后乔家这偌大的产业，还不是得留给我孙子乔子睿？今天你们给也得给，不给我们也得把二宝接走。你干什么？别冲撞了太太！闹够了没有？乔子睿的抚养权，你们可以等乔月判了案，去牢里跟他商量，或者去法院起诉。但这里是我家，谁给你们的胆子在这里撒野？物业的保安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在路上，再动一下，我让你们全家都进去陪乔月。你少拿法律吓唬我！你这个老妖婆，生个绝户头还敢这么嚣张！我今天就要抱走我孙子，我看谁敢拦我！你动他一下试试！我给过你们脸了，以前看在乔月的份上，我忍你们让你们。现在乔月坐牢，张宇住院，你们不想着怎么教好孩子，反而上门来抢我的女儿。那是我孙子，乔子睿得跟我们走，你们别想把我孙子抢走。你们再敢往前踏一步，我保证让你们这辈子都见不到乔月。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不送。行，乔建国，你有种，咱们走着瞧。乔总，看您气色比昨天好多了。生孩子是女人的大关，您这高龄产妇更是辛苦，一定要放宽心。王副总有心了，特意跑这一趟。乔总，我是这么想的，您现在身体要紧，
公司那些琐碎的事儿啊，不如先全权交给我打理。您就把这心安安放在肚子里，安心坐月子带孩子。王副总在公司跟了我们20年，能力我是放心的。但乔氏是我和建国一手创办的心血，现在这种关键时刻，哪怕在月子里，我也得亲眼盯着才踏实。乔总说的是，我这不怕您太累吗？毕竟精力不比从前了。月娥，我看王明德这几天不对劲儿，老李跟我透底儿，说王明德最近和那几个难搞的供应商走得很近，昨天还背着咱们单独见了2个大客户。我也感觉到了，今天他来明里暗里都在劝我放权。我刚生完珍珍，精力确实大不如前，他这是看准了机会。他这是想趁火打劫，不能等了。建国，你明天让法务部把最近半个月的所有合同原件都拿回来给我看。另外，通知所有部门经理，明天上午10点，我要开视频会议。关于这个采购方案，我已经定下了，大家不用在意，直接执行。乔总现在需要休息，这种小事我定就行。乔总，出事了！王明德昨天私下找过我，说您以后要专心在家带孩子，不可能再管公司了，让我以后全听他的安排。他还许诺，只要我站队，立马给我涨薪30%。他真这么说？我知道了。不好了，公司账户刚发生一笔违规操作，500万的备用金突然被转走了。月娥，你小心点。老陈，你把话说清楚，谁批准的？500万不是小数目，转到哪里去了？是王副总签的字，他拿着代理权限书，说是要支付给新供应商的预付款。但我查了，这个供应商跟咱们从来没有合作过，甚至连个像样的门面都没有。立刻冻结公司所有能用的账户，同时联系法务部，让他们介入调查这笔款项的来龙去脉，哪怕是1分钱，也不能让他不明不白的流出去。乔总，您看您怎么把财务账户都给封了？那笔500万的款子是我批的没错，但这都是为了公司啊！为公司？王明德，你在公司待了20年，规矩你懂。500万的款项不经过我这个大股东签字，你凭什么私自拨付？还有，那个所谓的新供应商底细你查清楚了吗？我是看他们价格比老供应商低了30%，我想着我也是为了给公司省钱啊。正好您在坐月子，我想着这点小事没必要打扰您休息。价格低30%，连资质都没有的公司，你敢给500万预付？王明德，你是把我当傻子，还是拿乔氏当儿戏？我也不是故意的。月娥，别跟他废话，证据都在财务那儿，直接上报，让他去跟工作人员解释。先别上报，现在公司正在风口浪尖上，一旦传出副总侵占公款，股价和信誉都会崩盘。王副总，你最好祈祷这笔钱还能追回来。爸妈，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是我非要信张宇的鬼话，我害了你们，也害了我自己。现在说这些晚了。大宝和二宝他们怎么样了？张宇父母接走了，他们正在争取抚养权。不能给他们。妈，我知道我没资格求您，但能不能帮我照顾2个孩子？我在里面会好好改造的，我不希望孩子跟在那样的家庭里毁了。妈，看在30年的份上救救孩子，这些一定要看。月月写了什么？王明德和张宇一直有秘密联系。妈，公司里的事儿你们千万要小心。这一刻我才发现，这场针对乔家的阴谋远比我想象的更深更毒。原来张宇住院期间，王明德竟然以探望的名义多次出入他的病房，两人私下里的通话记录密密麻麻。好啊，好一个里应外合！王明德在公司干了整整20年，咱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他？股份、分红、豪车，哪样少了他的？他竟然联合外人来算计咱们！建国，你先别气，想明白了就不可怕了。张宇那剪刀虽然扎在胸口，但他的野心可是一点都没死。他知道我刚生产完，你又得照顾我，正是公司最脆弱、最没人盯着的时候。他是想先通过王明德掏空公司的现金流，等公司撑不住了，他再跳出来玩一出英雄救美，低价收购。爸妈，听说珍珍满月，我这个当姐夫的特意来看看你们，顺便看看妹妹。别，这一声爸妈我可担不起。张宇，大家都是1000年的狐狸，有话直说，别在这恶心人。既然妈快人快话，那我就直说。我知道公司最近出了那档子事儿，500万预付款打水漂，供应商解约，王副总似乎也有心无力。不如这样，我注资2000万，只要乔氏30%的股份，这笔钱一到，
乔氏的难关立马就能度过。张宇啊，张宇，你这算盘打的全城都能听见响了。先掏空我们的钱，再拿着我们的钱来买我们的公司，你当我们是老了还是傻了？话不能这么说，爸。乔氏现在的名声已经臭了，除了我，谁还敢接这块烂摊子？你们年纪也大了，又要带那个小奶娃，不如把公司交给我打理，你们拿着剩下的股份养老，不香吗？你做梦！张宇，你记住了，乔氏就是原地破产，付之一跃，也绝对不会落到你这种畜生手里。好，既然谈不拢，那就走着瞧。对了，忘了告诉你们，我已经正式向法院起诉，要回大宝和二宝的抚养权，顺便分割乔月名下的所有财产。那房子和车，你们虽说要回去了，但还没过户吧？咱们慢慢磨。乔总，不好了，王副总带走了核心研发部一半的人，连带着那2个正在收尾的重点项目资料也全被清空了。供应商那边呢？他们都在楼下闹着呢，说咱们技术骨干跑了，项目肯定烂尾，要求立刻结清所有款项，否则就要搬设备抵债。啊！乔总，快来人啊！叫救护车！张姐，你听见了吗？建国他怎么会晕倒呢？他身体一直很好的。太太，您先坐下。乔总这几天连轴转，饭也顾不上吃，肯定是血压上来了。您刚出月子，千万得撑住啊！妈妈没事，宝宝不怕，爸爸一定会没事的。公司怎么样了？你先养好身体，公司有我呢，天塌不下来。月娥，我想了一整晚，咱们都50多岁了，刚有了珍珍，要不就把公司卖了吧？咱们带着珍珍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安安稳稳过日子，行吗？建国，乔氏是我们一辈子的心血，凭什么让给那群狼心狗肺的东西毁了？而且珍珍长大了，我要告诉她，她的爸爸妈妈遇到困难从未退缩过，这才是咱们给她的家产。妈，别撑了，银行贷款到期了吧？技术团队跑空了吧？我给你们1天时间考虑，3000万收购乔氏100%的股权。在这个节骨眼上，除了我，没人出得起这个价格，也没人敢接这颗炸弹。张宇，你别太得意，趁火打劫这种事干多了会有报应。我有得意的资本。王明德带走了所有的研发核心，银行最迟后天就会查封厂房，不出3天，乔氏就会宣告破产。到时候你们不仅1分钱拿不到，还要背上几千万的巨额债务。看在曾经一家人的份上，我才给你们这个机会。3000万足够你们带着那个小丫头过完下半辈子了，总比带着她去大街上讨饭强吧。你给我滚！拿着你的脏钱滚出乔氏！建国，别动气。好，我考虑考虑，明天给你答复。聪明，识时务者为俊杰。妈，我等你的电话。月娥，你真的要卖公司？那是咱们一辈子的命根子，就这么送给那个白眼狼？卖？当然不卖。张宇以为咱们走投无路了，但他忘了，乔氏能有今天，靠的从来不是那点随时能被买走的技术，更不是几个叛徒，而是咱们30年积攒下来的口碑。他张宇有钱有势，但他在这个圈子没根，咱们去求人，求那些跟了我们几10年的老伙计。李总，30年的合作，乔氏什么时候掉过链子？这次危机是暂时的，我向您保证，所有订单，我和建国就算亲自动手上水线，也会按时交付。月娥，乔老板的为人我信，这批货款我先提前预付给你们，先把银行那一关过了。赵总，您是考虑好预付那笔？月娥，不是我不帮你，我是实在没办法。张宇那边给我开了更低的价格，甚至连违约金都替我出了，而且他还给我看了几份证据，说乔氏马上就要破产了，让我别把钱打进死心包里。张宇他这是要彻底玩死乔氏。哟，乔总来了，真是不巧，我正和赵总签合同呢，您来晚了。这乔氏最大的单子，以后得姓张了。月娥，咱们是老交情，按理说我不该这么绝，但张宇给的价格比你们低了整整15%。我也是做生意的，底下几千号人等着吃饭呢。赵总，做生意讲究的是利润，但利润不等于报价。
乔氏做了30年，原材料全部用的是1级品，次品率雷打不动控制在3%以下。张宇给您让利15%，可您算过它的次品率吗？您算过它用的是什么边角料吗？乔月娥，你少在这里含血喷人！我的生产线是王明德带出来的，技术一模一样。表面上它便宜了15%，但根据我掌握的行业数据，他们为了压缩成本，次品率至少在5%，加上返工成本、售后纠纷，以及最重要的，您在终端客户那里的品牌流失，您实际损失的远不止那点蝇头小利。你胡说八道！我的产品质量绝不比你们差。赵总，你别听这个老女人在那儿妖言惑众。是吗？王明德带走技术后急于求成，生产出的第一批样品就在这儿，重金属超标3倍，韧性不达标。赵总，您要是敢拿着您30年的视誉去赌这张宇的低价，我乔月娥今天二话不说转头就走。月娥，还是和你合作我放心，这种垃圾货色差点坑了我的老命。张总，你走吧。月娥，还是你厉害，几句话就扭转了局势。赵总那个老狐狸可不好对付。这只是暂时止血，还没到庆祝的时候。张宇这种人，不把他彻底按死，他绝不会善罢甘休。大家伙瞧瞧啊，老板生2胎请保姆，花钱如流水，咱们累死累活，连工资都不涨，不给涨工资，今天谁也别想开工。对，涨工资不涨就辞职。釜底抽薪不成，现在开始煽动内乱了。大家安静一下，都是老员工了，谁家没个难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这几年大环境什么样，公司现在面临什么坎儿，你们心里真的没数吗？少来这套，少拿那些大道理忽悠人。张总，也就是你们以前的女婿张宇，他可是跟我们透了底了。只要咱们现在跟着他干，工资立马原地涨30%。什么真的？30%啊，一个月能多拿1-2千呢。可乔总平时待咱们也不差。张宇给你们开这种空头支票，你们也敢信？他这人连供他读大学、给他买房买车的岳父岳母都能算计，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能拿来当筹码。他会真心实意给你们这群干苦力的涨工资？我乔月娥在这里当众承诺，只要公司度过这道难关，所有人工资上调20%，年底额外发奖金分红。但我也有个条件，如果现在有人想趁火打劫，想跟着张宇走的，我乔氏绝不挽留，现在就结账走人。别听他的，他那是缓兵之计，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到时候你们连根毛都拿不到。乔总，所有人的工资都准备好了，不管是补发的还是提前预支的，现金都在这儿。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乔月娥的底气，我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也绝不会拖欠我手底下兄弟1分钱工资。愿意留下的现在进去领钱开工，愿意走的现在就去财务室结算，1分不少，好聚好散。乔老板从没亏待过咱们，走什么走？进屋领钱干活。查，给我彻查，所有和张宇有私下联系、有利益往来的，一个都不能放过。乔总，查清楚了，除了王明德带走的那几个人，销售部、采购部还有仓库的3个经理，上个月都收了张宇公司的转账。乔总，张宇那个疯子把咱们告了，他以他名下新公司的名义起诉我们，说咱们正在生产的核心新产品侵犯了他专利权，法院的传票已经到楼下了。专利权？开什么玩笑！乔氏做了30年，一直走的是技术创新的路子，我们哪项技术侵犯他张宇的权利了？就是王明德带走的那项核心技术。张宇那个畜生，他抢在我们申报之前，利用王明德提供的技术资料申请了专利，现在反告我们侵权，要求立刻停止生产，并赔偿500万。太卑鄙了！这项技术是我们研发团队熬了整整3年。实验室里几千次数据才出来的成果，他张宇一个门外汉，拿着我们的东西去抢注专利，现在还反咬一口，这是要生生把咱们逼死啊！他这是要掐死乔氏的命脉。如果专利真的落在他手里，咱们不仅要赔这500万，以后所有核心产品都得停产，乔氏就真的只剩个空壳子了。老李，通知专利代理人，立刻启动专利无效申请。另外，助理，你去档案室，把这3年来所有的研发记录、实验原始数据，每一次改动的草稿都给我翻出来。我们要证明这项技术是我们先研发、先使用的。乔总，这些记录能行吗？张宇那边可是有正式证书。只要咱们的数据链是完整的，法律就不会瞎。他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偷东西，就得付出代价。接下来的日子，我带着团队几乎住在了公司，光是整理出来的研发记录就有厚厚的几10本。但张宇也没闲着，他用了些手段拖延了我们的申请，
还派人在圈子里散布乔氏是技术小偷的谣言。刚稳住的几个客户又开始动摇了。哟，乔总还折腾呢，别白费力气了。证书上写的是我张宇的名字，法律只认证书，不认你这些破纸，你赢不了的。偷来的东西，永远变不成真的。不如这样，把乔氏剩下的股份低价卖给我，我立马撤诉，咱们两清，你还能捞点养老钱。做梦！那你就等着赔钱吧。行，500万的赔偿加上全县停产的损失，我看你们那点家底能撑到什么时候？到时候乔氏这块招牌，我也能从法院拍卖会上捡回来。月娥，先歇会儿吧，身体吃不消了。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珍珍还在楼上睡着，要是乔氏毁了，咱们拿什么护着她？喂，是有进展了吗？乔总，张宇那个疯子刚才又突击申请了3项外围专利，他把咱们核心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周边改动全部包围了。就算咱们赢了核心专利，也没法正常生产销售了。他这是要彻底把路堵死啊！我们彻底陷入了死局。张宇这招专利围观太毒了，核心技术被抢注，外围应用被包围。现在乔氏每开工1分钟，都是在给张宇送侵权赔偿的证据。可要是放弃这项技术，乔氏一半的市场份额会瞬间崩塌。月娥，算了吧。看着你每天这么熬，我这心里跟刀割一样。要不咱们跟张宇谈和吧，大不了公司不要了，咱们带着珍珍从头再来。从头再来，建国，咱们都50多岁了，还有几个30年去从头再来？而且珍珍一天天长大了，我得给她做榜样。要是现在退缩了，以后怎么教她自尊自爱，遇事不倒？建国，快看这个。这是3年前的档案，防御性专利。3年前咱们研发初期，为了怕人跟风，我随手投了一项基础逻辑专利。虽然它不是现在的核心技术，但它覆盖了这项技术最关键的应用场景和底层逻辑。这能行吗？核心专利名义上可还是在他张宇手里。当然有用，它的核心专利想要生产落地，就必须绕开咱们这个底层逻辑。可这底层逻辑是唯一的，没有咱们的授权，它的核心专利就是一座盖在沙滩上的空中城鹅。他告咱们，咱们就反诉他侵权。张总，乔氏那边反诉了，他们提交了一项3年前就获批的防御性专利，申请时间远早于我们。你说什么？怎么可能？王明德不是说乔氏没申请过吗？这是基础专利，如果他们坚持反封，法院会认定咱们的专利属于从属专利，没有他们的许可，咱们就算拿到了证书，只要敢生产1个零件就是侵权。乔总，好手段啊，居然还留了这么张底牌。想通了，既然谁也赢不了谁，那就专利交叉许可，双方互不侵权。另外，你必须把王明德带走的所有原始技术资料和客户名单全部归还。凭什么？那些资料是我花大价钱买断的。凭你也需要我的专利，张宇，没有我的授权，你手里那张废纸1分钱都不值。你要是想抱着你的核心专利一起破产，我没意见，反正我乔氏还有其他业务，我耗得起。你呢？你们怎么进来的？谁准你们进我家今儿的？哟，亲家母回来了。瞧你这话说的，这房子是我儿媳妇的，那就是我儿子的，我儿子的一半就是我的。我当亲妈的为什么不能来？你搞清楚，这房子是我和建国全款买的，当初只是登记在乔月名下，那是给他的婚前财产，和你儿子和你老张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张姐，把孩子抱走。我看谁敢动我孙子！乔月现在关在里面，自身难保，孩子总得有人管吧？我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住在这里照顾孙子，那是天经地义。我瞬间明白了，张宇那是输了专利官司不甘心，正面玩不过就开始耍阴招，让这2个老无赖带着孩子来闹事，想逼我妥协，逼我吐出家产。我再说一次，马上带着你们的东西滚出去，否则我立刻叫人把你们清走。你叫啊，你有本事把人全叫来，我们带孙子来看外婆，这叫亲戚，我看谁敢赶我们走。没天理呀！大家快来看看呐！有钱人欺负穷亲戚了，抢了我们老张家的孙子，还要把公婆赶到大街上冻死啊！老泼皮，你再说一遍，看我不把你扔出去！建国，别动粗，现在正是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就落了他们的口实，对咱们名声不好，万一惊动了珍珍怎么办？
给他们收拾2楼那间客房，你们可以住1晚，明天天一亮必须给我走。你们在干什么？这是我女儿珍珍的房间。什么你女儿？一个丫头而已，费这么多心思住这么好的屋子，那不是浪费吗？将来还不是要嫁出去成别人的？这房子这厂子以后全是我孙子的。二宝可是男娃，他才是家里的主子，住这儿天经地义。滚！你们全都给我滚出去！想让我们走，做梦！张宇的公司已经没钱了，你不把那150万还回来，不把公司股份分1半，我们就住死在这儿。乔月，你怎么出来了？乔月，妈，我表现好，申请到了半天的探亲假。哎呀，月月，我的好儿媳，你可算出来了！你快看看啊，你爸妈心太狠了，他们要把我们老两口赶到大街上喝西北风，还要抢走二宝啊！二宝是我的孩子，是我怀胎10月拼了命生下来的，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的了？还有，这别墅是我爸妈全款买给我的，是我乔月的婚前财产，跟你们张家跟张宇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关系。妈，对不起，我进去了才知道，外面这些烂摊子全给您添麻烦了。2位同志，这些人私闯门宅，霸占我父母的房产，请你们协助把他们请出去。妈，我知道我没资格求您原谅，是我太蠢，被张宇那种畜生骗得团团转，还害得您和爸差点家破人亡。起来吧，孩子，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你在里面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比什么都强。这就是妹妹吧，真可爱。妈，我能抱抱她吗？妹妹，对不起，姐姐以前做了很多坏事，差点害了你。以后姐姐一定好好做人，在外面护着你。乔氏是我和建国一辈子的心血，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我今天正式宣布，建立企业家族传承制度，设立不可催销的家族信托。珍珍作为乔家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成年后将继承公司51%的股份。乔月娥，你别做得太绝。乔月名下还有公司分红，她是我老婆，乔氏的家产必须有我的一份。张宇，你闹够了没有？我再重复一遍，乔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怎么没关系？乔月是你养女，那她就是你唯一的继承人。我是她领了证的丈夫，乔氏的财产有她一半，就必须有我的一半。你现在想把股份全给那个奶娃娃，你问过我手里的结婚证了吗？张宇，你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张宇，看清楚了。第一，乔月在探亲期间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你们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第二，我们已经依法解除了和乔月的收养关系。从法律层面上讲，乔月现在和乔家只是陌生人，而你这个前女婿和乔氏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血缘或财产继承关系。你竟然做得这么绝，连养了30年的女儿都说不要就不要了。不是我不要她，是你们的贪婪，亲手杀死了那个懂事的乔月。好得很，乔月娥，算你狠。咱们走着瞧，我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月娥女士，您看这个，这是什么？是关于咱们公司的负面新闻。滚出我们市！太过分了，这明显是有人买通了水军，故意抹黑月娥。我这就去找媒体澄清，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别急，建国，这种时候咱们越是跳脚，外人越觉得咱们心虚。张宇这是想玩舆论战，想让咱们的股价跌停，逼咱们去求他。各位媒体朋友，关于网上的传言，乔氏在此公开近5年的所有纳税明细和产品抽检报告，我们欢迎任何部门的监督，
也绝不容忍任何恶意的诽谤。乔总，关于您52岁高龄产女，外界都说您是为了防止养女夺产，请问您怎么回应？我52岁生下女儿珍珍，不是为了什么财产，更不是为了防着谁，我是为了给她一个完整的家，给她一份毫无保留的父母的爱。财产是身外之物，唯有爱才是代代相传的根。查到了，造谣者的 IP 地址正是张雨欣注册的那家空壳公司。喂，是相关部门吗？乔氏乔月娥，我要正式举报有人要诽谤，损害我私名誉，证据我已经发到你们邮箱了。咱们珍珍真棒，打针都没哭。月娥，你看这孩子多结实，医生都夸咱们养得好。是啊，官司赢了，造谣的人也被查了。等过2天带孩子回老家看看。乔月娥，你毁了我的一切，你让老子倾家荡产，老子要你偿命！滚开！建国，流血了！救命啊！杀人了！乔月娥，你不得好死！老子在牢里也咒你们家破人亡！都怪我不该答应乔月去那个生日会，不该招惹这群疯子，是我连累了你。说什么傻话！我是珍珍的爸，是你的男人，保护你们母女，那是我这辈子最该做的活儿。你看，孩子都没被吓醒，这说明老天爷都在护着咱们。张宇进来了，持刀行凶，这辈子他很难再出去了。王明德因为职务侵占也进去了。妈，我知道，这都是他应得的。我在里面会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去。妈，等我出去那天，能让我再抱抱珍珍吗？我想重新做人。我们等你。月娥，你看，恶人都遭了报应，咱们的公司也保住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是啊，一切都好起来了。咱们回家给珍珍煮面。乔总，不好了！王明德在被捕前把所有的核心属关码全部上传到了国外的一个开源论坛，现在全球都在下载我们的专利，咱们的订单全被取消了，公司要崩了！怎么会泄露？核心服务器的密钥不是只有我和建国知道吗？我们不是已经加强安保，连苍蝇都飞不进来了吗？是新来的那个技术总监，他是张宇2年前就安插进来的卧底，他一直潜伏着，就等今天。他把咱们下半年准备翻盘的所有研发成果全部打包卖给竞争对手了，现在对手已经抢先发布了同款产品，参数一模一样，价格却比咱们低了整整30%。张宇，你这个阴魂不散的畜生，人都进去了还要拉着咱们同归于尽！慌什么？技术泄露了，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他能偷走昨天的成果，但他偷不走咱们明天的脑子。乔氏能活30年，靠的从来不是某一项死技术，而是咱不断推倒重来的创新能力。小李，通知研发部所有人休假取消，3分钟后开会。那帮被王明德带走的技术骨干以为带走了乔氏的根，却不知道真正的核心逻辑一直记在我这儿。3个月90天，我们几乎是在玩命。这款产品比市面上所谓的同类产品领先整整1个迭代，而价格我们保持持平，订单像雪片一样赶来。那家偷了我们技术的对手彻底傻眼了，他们囤积的大量仿品成了无人问津的垃圾。乔氏不仅挽回了所有损失，更以此为契机，彻底确立了行业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一年，我们经历了背叛，经历了危机，流过泪也流过血，但我们挺过来了，因为我们是乔氏，我们无可替代。好，我知道了，减刑1年，太好了。乔月表现良好，再过1年就能出来了。月娥，先别忙着感慨，你看看这个，法务刚送过来的。真的，建国。这是乔月的假释通知书，真的，他在里面立了功，又表现得特别积极，法官特批了。月娥，咱们那个家终于要全了。这1年，我经历了背叛、伤害和绝望，甚至在50多岁的高龄去鬼门关走了一遭，生下珍珍。我原以为这辈子和乔月缘分已尽，可当这份通知书摆在面前时，我才发现血缘断得了，
这30年的养育之情终究是断不干净。妈，爸，妹妹，我是姐姐。回来就好，出来就好，以后咱们好好做人，把以前那些糟山事儿都忘了。爸妈，对不起，以前是我太混蛋，太不懂事，让你们为了我操了那么多心，甚至差点。以后我一定好好孝顺你们，用下半辈子来赎罪。我会带好珍珍，好好照顾妹妹，绝不让她走我的老路。过去的事儿谁也别再提了。吃菜，以后咱们一家人关起门来好好过日子就行。祝咱们的珍珍生日快乐，平平安安的长大。心中百感交集。这一年，我守住了一辈子的心血，保住了乔氏。更重要的是，我挽救了一个迷失的孩子，收获了一个完整的家。月娥，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咱们这一辈子经历过这么多风雨，最后能换来这个场面，值了。是啊，值了。虽然经历了狂风暴雨，但最终见到了彩虹。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珍珍一定会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成为一个独立、坚强、有主见的好孩子。